继续来关注中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以后，以色列会不会对伊朗进行回应，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16号，以色列战时内阁连续第3天召开会议，多名官员明确表示将进行回应。不过，怎么回应、何时回应，仍然没有达成共识。We will respond the way that we will choose at the time that we will choose. I hope that they will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in their interest to continue this kind of exchange of blows. 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full-scale war. We are not, as I've said, in the business of revenge. We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Iranians can't decide that now every week they will be able to launch missiles or send drones and it will pass unnoticed. 对此，伊朗总统莱西16号表示，任何进一步损害伊朗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更强烈、更大规模的回应。莱西说，以色列对伊朗外交使团的袭击公然违反了包括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内的国际规定，是对全球和平的严重威胁。伊朗的反击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进行的，是一种自卫措施。面对以色列可能采取的回应，伊朗方面称已经为所有情况做好了准备。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对政府军事打击以色列表示支持。باش وای میستم حالا اقتصادمون الان وضعیتش حالا به دلیل شرایط تحریمی و مسائل این چنینی خیلی هم جالب نیستش ولی این از همه مهمتر دیگه از این دیگه مهمتر پیدا نمیشه。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巴盖里也警告以色列不要对伊朗采取任何新行动，否则伊朗将进行更强力、更迅速的回应。他还敦促以方保持理性，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阿布法兹尔·阿莫伊则在15号表示，如果有必要，伊朗随时准备部署迄今从未使用过的武器。他还说，伊朗已为以色列升级局势的所有可能的情况制定了全面战略。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此前透露，当天伊朗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99%被拦截。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参谋长、财务顾问里姆·阿米诺奇估算，为应对伊朗的袭击，以色列一夜之间国防开支高达40亿至50亿谢克尔，约合人民币78亿至97亿元。阿米诺奇透露，发射一枚用于拦截弹道导弹的箭式导弹需要耗费3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33万元，而每枚魔杖防御系统导弹的成本也高达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24万元。巴以冲突持续外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号表示，以色列领导层应对近期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负全责。13 Nisan gecesi yüreklerimizi ağzımıza getiren gerilimin birinci müsebbibi Netanyahu ve gözünü kan bürümüş yönetimidir. Gerilimde sürekli el yükselterek hiçbir yere varılmaz. Ateşe körükle gitmenin de Netanyahu yönetimini sürekli şımartmanın da hiç kimseye hayrı dokunmaz. Tüm aktörleri artık saldırılara son vermeye ve sorumluluk içinde hareket etmeye davet ediyoruz. 另一方面，中方也在积极展开外交斡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在通话中，王毅表示，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馆舍遇袭事件，认为这一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不可接受。中方注意到，伊朗表示伊方采取的行动是有限度的，是对馆舍遇袭事件行使自卫权，赞赏伊方强调不针对地区国家和周边邻国，并且重申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相信伊朗能够把握好局势，在维护伊方主权和尊严的同时，避免局势进一步动荡。阿卜杜拉希扬介绍了伊方对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馆舍遇袭事件的立场，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就此作出必要反应，伊方有权对主权受到侵犯作出自卫回应。当天，王毅还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馆舍这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表示进行的反击不针对任何周边国家，愿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
当前局势面临走向恶化还是回归正常的抉择。中方赞赏沙方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我们愿同沙方共同努力，避免对抗进一步加剧。费萨尔表示，沙中对当前中东局势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都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都致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沙方对当前局势升级深表担忧，希望局势尽快回到正常轨道。来关注俄乌。由于前线兵力严重不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签署了军队动员法案，增加了对逃避征兵的新惩罚。在此以前，乌克兰议会还撤销了允许长期服役的军人从前线返回的条款。严苛的动员令一出，立即在乌克兰民众中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关于兵役动员和兵役登记的法律修正案及动员法。该修正案将于5月16号生效，其中要求男性向政府相关部门更新他们的数据信息，并增加了对逃避征兵的新惩罚等。11号，该国议会还撤销了允许长期服役的军人从前线返回的条款。由于前线兵力不足，本月早些时候，泽连斯基宣布将动员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他还签署了关于创建义务兵电子登记档案的法律，大大简化动员工作。严苛的动员令一出，立即在乌克兰民众中引发不满。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摧毁乌军多个弹药和燃料库、无人机制造和存放仓库及其他装备的设施。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军155架无人机、6枚鹰制风暴之影巡航导弹、2枚美制高速反辐射导弹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50次战斗，乌军击退了俄在阿夫杰耶夫卡等地区的进攻，对俄多个人员和武器装备集中区阵地实施了打击，摧毁1个控制点。俄乌局势拖而未决，美国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军援，但在国会却受阻了。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15号表示，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本周将就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法案进行投票。此前，该法案因共和党右翼的施压而拖延了数月。报道提及，美国的援助努力在分裂的国会举步维艰。约翰逊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盟友，他阻止了总统拜登较早前为以色列、乌克兰等寻求950亿美元援助。这项法案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此前，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表示，如果美国不继续对乌提供军事支持，乌克兰军队恐将战败。And should Ukraine run out, they would run out because we stopped supplying, because we supply the lion's share of that 155. The severity of this moment cannot be overstated. If we do not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Ukraine could lose. 与此同时，美国一家弹药厂的火灾更是让对乌军援雪上加霜。据美媒15号报道，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陆军弹药厂发生火灾，火灾已经扑灭，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这一弹药厂的任务是生产大口径金属弹药和迫击炮弹。据美媒此前报道，该工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为乌克兰生产了大量155毫米口径炮弹。美国官方对乌克兰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几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同时表示，乌克兰需要盟友的帮助，抵御来自空中的威胁，就像西方对以色列一样。16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简报会对此回应，要求这样的同款待遇，美国做不到。Look, different conflicts, different airspace, different threat picture. And the president has been clea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be involved in that conflict in a combat role, and we haven't. We have been providing Ukraine the tools that they need to help defend their airspace, and unfortunately, we can't do that right now because we don't have that national security supplemental funding that